家刚开始，尤其是第一次代孕的时候呢，可能大家对代孕呢，这个孕母的要求呢是有点摸不准的。我应该在哪些方面去希望这个代孕母，是怎么样子的呢？当我们开始考虑选择孕母的时候，你可能看到孕母的资料，他们可能来自于美国的不同的州。那我们需要考虑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来选择孕母呢？那么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医疗方面。您的试管的诊所，每一个诊所的不同的试管婴儿的医生，其实呢都会对他对代孕的有一定的要求。这个要求呢是在美国的 FDA 和美国的妇产生殖协会 ASRM 的 guideline 的基础上，那么可能医生会有自己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偏好。所以呢，这样来讲，就是不同的诊所对孕母的要求，在一定基础上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同。那么这个条件通常是不能够改变的。如果我们充分理解了诊所的要求和这些法律的要求之外呢，我们的客户通常自己呢还会有一些 preference， 自己的一些倾向性。那么在这一点上呢，我就给大家提几个建议。第一呢，美国的这个 guideline 上面的代孕年龄其实是可以到40岁，甚至有的诊所能够接受到42岁的情况下。那么我们的亚洲的客户经常会说，我希望这个代孕的年龄可能是在30岁、30岁以下。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，医生觉得35、6岁的这个年龄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代孕。我们什么样的孕母我们不希望考虑呢？比如说这个代孕母之前有一些我们叫做怀孕的过程中有早产史啊，有妊娠子痫呐，有妊娠高血压呀，有妊娠糖尿病需要打胰岛素啊。那么在这些情况下，我们叫做 hard disqualification。我建议大家呢去了解这个孕母之前的生产史。那是不是她之前有过流产史就不可以呢？如果她之前有过流产史，但是她之后有非常顺利的怀孕史，她又没有一个习惯性的流产的，这样的孕母是可以。那么第二呢，我们想知道这个孕母她是由什么原因来做代孕的？那么她是否是真心愿意做代孕的？她是否有得到足够的家庭的支持？那这个原因呢，会决定她中间或者前面的过程中是否可能会改变主意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是她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完成这个代孕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讲这个人是不是靠谱？因为代孕的过程其实还是复杂的，它会涉及到诊所给你一些用药的指导啊，你要去做 doctor appointment 呀，你需要把这个报告都传递回来呀。所以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能在这个程度上，我们会说，他是否是在个人的能力上能够完成这件事情。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，我们代孕母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区别，就是第一次代孕母和有经验的孕母。第一次代孕母和有经验的代孕母可能会有哪些区别呢？有经验的代孕母好在哪里？为什么他们的补偿金会更贵？有经验的代孕母，尤其是她最近刚刚代孕过的代孕母，那么您可以知道的是，她之前的所有的生产的这些记录都被之前的诊所审核，并且通过过。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，因为她前一次代孕成功了，那么也就说明她在上一次的时候，她体检是没有问题的，并且呢，她后面生产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她在下一次的时候，在为您进行代孕的时候，她的体检通过的几率呢会更高一点。除此之外的话呢，有经验的代孕母呢，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她自己走过这个流程，无论是这个 IVF 的打针啊，无论是她的这个胚胎移植啊，包括后面的这些妇产科的产检呢，包括法律的过程，她自己都完成过。所以呢，下一次的时候呢，在这些方面呢，可能就会有一些更少的机会去犯一些错误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有经验的代孕母，通常情况下比第一次代孕母的补偿金呢会更高一点。那么在代孕这个问题上呢，每一个州呢都有它相应的一些法律法规。大家都知道，美国是一个由50个州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联邦的国家。通常情况下呢，我们要考虑到呢是几个方面。那么第一个方面呢，就是这一个州的法律是 pre-birth order 还是 post-birth order，也就是说呢，是宝宝出生之前判决书就能够 issue，还是出生之后再 issue 判决书。通常情况下来讲，对大部分的国家影响都不是很大，因为最终的法庭的判决呢，您都是宝宝的父母。那么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国家，可能 post-birth order 呢会方便一些。那么其次的话呢，每一个州呢，通常他们在这一点上呢，会对什么方面有一些考量呢？比如说婚姻的状态，我们的这个胚胎，那个精子和卵子的来源与父母的生物学的关系，包括呢您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这个 relationship 关系中。那么每一个代孕的这个州的话呢，它的法律呢会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建议呢，大家在选孕母之前，至少呢对于诊所对孕母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有一定的了解。同时根据您的个人情况，对于你能够选择的这个代孕的代孕州也有一定的了解。所以虽然我们代孕机构呢会给大家考量这个孕母应该是适合您的，在法律判决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们也建议我们的客户呢再 double check 一下，来确定你选择的这个孕母在这一个州
它的法律的情况下是合适营利的。除了考虑到法律的因素之外的话呢，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到，我这个孕母的所在的居住地跟我的诊所是否很近。大家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您的诊所具体在哪里呢，关系其实影响并不会太大。你很难找到这个孕母真的就在你的诊所附近，比如说2个小时的车程范围内。而通常情况下，您的孕母其实只需要到您的诊所2次，一次是体检，一次是移植。所以一个常规的状态的话，孕母都会去 travel 到诊所的，要么就是开车，要么就是坐飞机的状态，其实这个是常见的。所以您在选择这个州的时候，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孕母所在州的，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法律的问题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也决定于比如说您要把宝宝带回到哪里去生活这一个方面。因为宝宝你孕母所在地在哪里，宝宝就出生在哪里。您选择的孕母她的所在地，这是决定了你到时候在哪里去接宝宝。您比如说我可能会回到亚洲去，可能你选择西海岸的时候会好一点。如果您是在欧洲区，你可以选择东海岸的会好一些。所以您的孕母她移植之后呢，她回到她的家里，所以她的妇产科的 care 和她的生产都会在她家附近的这个医院和医生的这个 medical care 的系统里面。所以这个可能是在您接宝宝的时候有一些需要考量的。所以我们总结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身体好，能够做这件事情，人呢又靠谱。其实在这几点的情况下呢就不错。那么代孕母常见的一个状态是，如果一个好的代孕母一旦 available 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户呢，你会发现它很快就匹配出来了。所以还有一个技巧呢，就是如果说您现在已经有胚胎了，你已经想好了你要匹配孕母的时候，把您自己的 profile 准备好，一旦有这个代孕母出来 available 的时候，你觉得是不错的情况下，尽快做决定。